带您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宇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哦，这个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哦，哇，现在看的有点不飒飒哦，因为哦。到底战争终止是谁说的算呢？好，因为呢前几天我们也曾经有讲过说啊，伊朗在对于这个川普在对于伊朗的这个战争当中哦，没有明确的目标跟目的，那甚至也没有所谓的终战计划。好，但是哦，才刚讲完哦，结果川普接受了 CBS 的访问，他就宣称哦说，伊朗战争差不多结束哦。他说哦，我认为这场战争打得非常彻底。他说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可能很快结束。好，军事行动的进展哦，远比计划超前。伊朗已经没有海军，没有通讯能力，也没有空军了。好，其实呢，一轮啊，在前几天哦就已经有预测过，因为前几天台股不是一直狂跌嘛，一轮就想说啊，这个川普可能不知道哪一天又突然改变了想法，马上就 tackle 了，那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讯号存在呢？好，因为今天台股哦，还有很多亚洲股市是上涨的哈。好，那美军哦也说啊，已经袭击了大约是50艘的伊朗船只，而且打击超过5000个伊朗的目标。好，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所发出的声明，他说美军已经在近期的军事这个行动当中击毁或是损坏了大约50艘的伊朗船只，而且打击超过5000个伊朗目标。好，但是对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样说法，伊朗方面是暂时没有回应的。好，但是伊朗倒是对川普说啊，差不多结束的这种话非常的不满啊，呛瞎啦哈！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强硬的声明回击。他说啊，这场战争的结束将由伊朗决定，而且向美国喊话说该地区的局势主导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的手上，美军无法结束这场战争。好，所以跟前几天这个伊朗这边的官方有特别讲说啊，我们要打几天都行所以也看到这个伊朗恐怕持久战他们是有准备的，但是川普这边我们还要再看看他到底这个葫芦里卖什么药。好，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影片出来了我们看到有一个新的影片就显示说，美国对伊朗南部的米纳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基地发动了飞弹打击。好，那如果是军方设施的话其实大家能想象，这个就是两方在交战嘛。但是可怕就是啊，造成了邻近的一所小学重大的伤亡。好，那伊朗的官方媒体就说，这次的攻击造成了是超过160名的女学生死亡。好，所以嘛，大家就说战火无情这个平民百姓最可怜因为真的是不小心就被波及到了。好，那美军疑似误炸了伊朗的小学，现在川普有说伊朗也是拥有战斧飞弹啊，所以他直接这个说是伊朗的问题他说我觉得是伊朗做的伊朗的武器非常的不精准目前整件事情还在调查当中。好，那伊朗方面说，他们也已经击落了超过82架的美以无人机跟4架的 F-15战机。那特别也说同时摧毁了多处美国跟以色列的雷达设施似乎也是故意要把一些耳朵眼睛给打掉这样可能让美国跟以色列无法追踪到伊朗的导弹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好，所以在这些相关系统受损之后，美国跟以色列方面也被说已经调整了战术。那伊朗的一些消息人士认为，从针对性的军事行动，现在好像在转向以制造恐慌为目的的行动，而且在部分情况之下，使用的是高成本的武器攻击价值有限的目标。好，但问题是我们也知道美国跟以色列其实并没有达到好处，因为这看起来就是一场消耗战。尤其伊朗常常是用无人机那这个爱国者这个飞弹要拦截其实这样
都是花很多钱啊，所以就有人在预估说啊，美军在伊朗战争当中到底花了多少钱呢？说啊，损耗3架 F-15的战机，所以专家就算啊，这每一架的造价哦，大约是1亿美元，那推估就是3亿美元。好，那现在还有7名的美军士兵阵亡，所以川普的政府官员哦，其实也有向国会送交估算，那预估本周将会提出追加国防预算案，这规模可能会达到数百亿美元。好，所以呢，也要看接下来哦，美国的内部哦，是不是还允许川普继续这样打哦？所以呢，变数还很多。但是唯一不变的是伊朗哦，他们现在选出了他们的新领袖。好，我们看到就是哈米尼的第2个儿子来接班。那伊朗的最高领袖现在哦，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有讲说，欢迎穆杰塔巴接任伊朗最高领袖。那俄罗斯哦会继续的做伊朗可靠的伙伴。那祝福他在面对眼下的挑战能够取得成功。那大家就好奇啊，这个穆杰塔巴，我们之前曾经也讲过说啊，他其实哦比他的父亲更加强硬。好，那接下来哦，他恐怕就是面临着国仇家恨吼。好，毕竟哦，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哦是抱着很多这个革命卫队的期待。那他被选为继任者哦，此举就会让伊朗的神权体制首次的出现了父死继子继的权力交接。好，在国仇家恨的背景上上任，这预期哦，短期之内伊朗政府对外达成妥协或是进行谈判的意愿也是相当低的。所以也有人哦是认为说，某种程度来说啊，现在伊朗有种王朝化的意味。好，那当然之前哦，革命卫队推翻巴勒维王朝哦，现在好像也形成一种讽刺的对比。好，但我们要看到这个穆杰塔巴上任之后，其实呢，在伊朗的内部哦，也有蛮多人上街的。好，他们是宣誓来效忠穆杰塔巴。好，在具有标志性革命的这个广场来宣誓。好，那就是有他的雕像等等的存在，甚至伊朗的最高领袖登场，还有飞弹刻字来宣誓效忠，说为您效命。哦，穆杰塔巴的这个飞弹，那向他表达支持。好，所以看起来伊朗接下来的这个强硬态度是持续不变的。但是川普就蛮好奇的。好，我们先问这个将军怎么看现在的政局？我认为这个川普打不下去了哈，伊朗这块硬骨头他很发现哦，他啃不动了。其实，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个人就研判，川普事实上是他只是想说，借着军事威慑的力量来迫使伊朗能够屈服这个推翻现在的神权政体，然后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哈，这是他的目标。那之后，我认为说是很明显的，他是被以色列先开打，然后他被以色列拖进去。以川普的个性，他商人的个性，他一切要打好算盘以后，他才动作。那这场仗现在打了10几天，他发现这个算盘打下去，每天花费这么多的战费，可是他能够得到的回报并不多，所以说他算一算不划算。那也因此，我认为他这场仗打不下去。那我们看到不只是看到一个 Taco 的川普，而且看到一个设立内任的川普。他在前2天他还说要打到伊朗无条件投降，但是现在来讲，他自己就主动转个弯，给自己一个理由下台阶。那我认为川普这场仗会这个喊停，会不打下去，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这个弹药战力的持续力是不足的。我们看到现在大家都传说出来你看他包括到伊朗来讲的话，攻击他在中东地区的27个美军基地甚至于包括到大使馆这些攻击，那这些地点这些处所，你都必须要有这个拦截导弹来做防御那包括到你周边的这些海湾国家，你既然在这边驻军，你当然要提供这些海湾国家安全的维护。那第二个来讲，他又要支援以色列那在支援以色列这个防空导弹，我觉得很明显的他库存不足，所以说在上个礼拜他已经召集波音雷神这些公司想办法来紧急生产，但是我相信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这时候再去生产这个防空导弹、拦截导弹，数量一定是来不及生产，这是第一个，它持续战力很明显的不足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认为它是国内的支持率很明显下降。川普现在国内支持他打这场战争的国内支持度可能不到40%，将近有50%以上是反对的。尤其是当初马卡那派，你当初
初答应我们美军不到国外去作战，你现在又把这个国家的资源投入在这个国外的战争上面，尤其我们刚刚看到啊，在头2天就已经烧了1800亿这么多钱，那这些钱如果用在我们自己国内，这个不管是救助现在在饥饿线以下的民众有多大的帮助，所以我说第一个他面对的是国内现在压力，当然后续川普要面临的是他自己期中选举这种状况下他可能就马上要抽腿，如果这场仗再陷入泥淖里面，我觉得对他之后在国内的支持度会更加的不佳。第二个，我认为他对国外来讲，他也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说第一个是海湾国家，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海湾这些王爷们他们这个是喜欢打仗，他们根本不喜欢打仗，他们只要赚钱就好。那我提供这个土地让你美军基地驻守到这边，结果你现在让我在这个地方被伊朗打，再怎么样对我来讲都造成损害，尤其是我现在这些原油卖不出去，我赚不到钞票，其实这些海湾国家一定会跟川普 complain 嘛，一定会跟他抗议的。那你要想办法让我油可以卖出去啊，你停止打仗，我目的不是要跟伊朗结仇，我目的是要卖油，我要国家要能够赚钱。所以第一个，它海湾国家压力很大；第二个，我相信在全球来讲，包括只要用油的国家都会给他压力这个包括我们台湾在内了包括到中国大陆，因为这些国家一定叫美国一定要停止这场战争。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出手了嘛，但是中国给的压力跟海湾国家不一样，中国给的压力一定是会按住伊朗，你再不收手，我就按住伊朗，包括俄罗斯也是一样。我觉得川普在面对国内跟国外都面临如此大压力，而且他自己的军事上面持续力也没办法持续这场战争。我觉得他这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现在这种做法，然后给自己找个理由台阶下来，收手不打了。好，但是我有看到他在别的场合又说，我们赢的没那么多，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赖教授，您讲的没错，他一天有3次的变化他在晚上要开记者会之前他先接受 CBS 的这个电话的专访嘛专访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军队这个打仗的效果超前，所以我随时可以宣布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不打了。但他又说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又没有说不打。但是当时的解读是他的意思是不打了，那个华尔街的股市就往上涨了。结果他到了佛罗里达州的时候，碰到了共和党的参议员。他又跟他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战争我们基本上表现的是非常漂亮的，打得很胜利了但是呢随时我们可以宣布胜利，但是呢我们可能打，但我们也可能不打。这个时候大家又开始在想，到底要打还是不打又不一定了。接着到晚上的时候，他又改口了，他又说我没有说这礼拜就不打咯，所以这礼拜还要继续打。然后大家问说，那下礼拜呢？不说了。那下礼拜呢？不说了。那也就是说，这礼拜至少不会停火了。所以他刚开始讲的时候，华尔街股市往上涨，大家都以为要停火，觉得又没有要停火，华尔街股市又跌下来了。但是现在我们明显的看到，亚洲的判断是认为说，他可能不打了，所以亚洲的股市都一片欣欣向荣，拼命往上涨。但是中间有拉了一下那这代表什么？大家事实上观望的还是很多。什么样的情况会决定川普不打呢？目前的情况来看，石油的价格影响很大。刚开始他故意装的一派轻松，涨就涨呗然后等战争不打了，油价自然跌了。可是问题是，他的石油部长也出来想办法要洗风向，说没有很严重。但是被揭露出来，他们召开紧急会议了。召开紧急会议什么呢？第一个，他们要启动琼斯法案；第二个呢，他们要禁止美国的石油出口了。那就是代表他们国内的原油价很怕抑制不住，一直往上飙，这是他的国内的一个危险。G7 的马上开会了 ，G7 开会说，我们即使都把战备储油拿出来，但是我们也平衡不了这个世界的油价，因为已经破100了嘛。也拉不下来，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决议，说我们不一致行动，但是有个别行动。3月9号，日本就采取行动了。日本就说我们10个战备储油的地方准备把油放出来了，那就代表什么？日本压力越来越大。那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他目前来讲到底要面对一个这个困局，民调往下降，油价往上涨，
战争目标没达到，那他该怎么办？想停又停不了，所以需要第三方来斡旋。打电话给了普丁了，普丁也给他的一些建议了，看他听不听得进去普丁的建议了。好，袁教授怎么看？我们中国人讲君无戏言啊，川普这个人又笨又坏，他讲的话根本都不值得讨论，也不值得相信，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甚至认为川普现在讲这些话的目的都是在炒股票，而实际上股市的震荡，是不是？这个大家其实心里面不是我一个人在这样讲，我是看了很多的分析，就是川普除了一个要转移那个爱泼斯坦案的那个视听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要制造空头啊，然后又制造多头，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人没那么傻。大家真金白银的在玩的话呢，这个川普现在讲的话，并没有真的非常值得信赖。但是刚刚我们将军讲说川普打不下去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大家都知道战争开战容易啊，但是要结束战争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哈。俄罗斯跟乌克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然后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有几个讯号是这个川普真的打不下去的哈。第一个就是他前阵子把7个美国的军工制造商全部叫过来，包含洛克希德马丁什么，要他们增加产量4倍啊！我说句良心话，美国现在的话叫他增加产量0.5倍都增加不到，还变成4倍，大家都可以非常清楚，美国军工又贵，然后呢效率又低，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会明目张胆的讲。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那个他们会强调是这个无条件投降，要伊朗无条件投降啊。至于什么叫做无条件投降，由我来决定啊，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噼里啪啦打完以后讲说好了，我现在不想再打下去了，你就算投降。那伊朗本身表现得非常的坚决啊，就根本就不认知啊。还有另外一个现象的话呢，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觉得像川普这种人呢，他的人格这么强烈，居然会求神问卜啊！那上礼拜的话呢，在白宫里面有个信仰办公室，里面每一个人哇，那感觉上好像是鸡同起鸡那种感觉啊！那川普自己的话呢，我见过他第一次就是乖乖的被人家摸了头，我没见过啊。那个就会有很多据称是通灵的人，但是你又没事好好的，你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你惹这个麻烦啊！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战争是结束不了的，真的是结束不了。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穆杰塔巴的出现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国仇家恨，这个不要讲啊。人家说川普非常这个也非常快速的情况下，9天就从哈梅内伊就换成哈梅内伊，这儿子上来。那伊朗本身愿意打破一切的传统啊，本来的话呢，这个子承父业的话呢是他们的一个忌讳。那现在的话呢，因为他自己的仇恨心理最强，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你当大家群龙无首的时候，各方面都犹豫不决的时候，你遇到这种情况，只有那个最激动的、最激进的人，他有办法出头。那另外更不要讲说那个女子小学，据说炸死的人数的话呢，那个女孩子尸体啊，这不忍心看啊，一台一台抬出来啊，168台吧。我所得到的这个尸体，那这个的话呢，这个仇恨真的太深了。我觉得伊朗要是有一点点骨气，也不可能会让川普轻松这样子结束掉的。好，所以这战争看起来现在应该还是会持续下去。不过要持续的关注我们节目带你掌握最新的美伊战事。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伊朗要持续打下去，我们看到他们也特别有说真实承诺4他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第31波的攻势。好，使用的是重型飞弹对多处美军基地，还有以色列特拉维夫，还有海法的军事目标来发动攻击。好，革命卫队的海军同时也对于位在科威特的美军直升基地实施了无人机还有巡航飞弹的打击。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战火还是持续不断。好，伊朗这边有说他们使用的是超重型的飞弹来打击美国跟以色列。好，那我们看到革命卫队使用了重型飞弹对多处的美军基地，还有以色列特拉维夫以及海法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那这声明就说，其实革命卫队的海军也都同时打击了科威特的这个部分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就是说我们要向最高新任的最高领袖来致敬。好，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他们已经选出了哈米尼的次子来当最高领袖。好，那伊朗的革
革命卫队也说他们现在已经摧毁了将近是10部的美国先进雷达。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说，已经摧毁了10部美国的先进雷达。那伊朗的防御系统还击落了大量昂贵的无人机。好，确实啊，根据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边是有在这个哈米尼的次子宣布上任之后，他们有再度发射飞弹，包含的是巴林、科威特跟卡达都遇袭了，所以这也有很多人说，算不算是一种新领袖上任之后的强硬表态哦？所以看来接下来伊朗只会更加的强硬，在跟美国对冲哦。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川普跟普京通话啊，普京就谈到了中东问题也说想要提供帮助。好，那川普的回应说他有跟普京通话，好，普京就提到了希望对中东的情势来伸出援手。他说普京你还是赶快把乌俄战争结束就是最大的帮忙了。好，但我要问川普川普你当时不是说很快就结束了吗？到现在已经很久了看来你嘛是没法度嘛好，那美国现在也求援了跟谁求援？竟然跟乌克兰求援希望他们的无人机专家来协防中东。好，因为现在巴林还有阿联、约旦、科威特跟卡达还有沙国他们在美以对伊朗开战数日之后，竟然也都陆续的致电基辅，也就乌克兰这边来寻求支援。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见证者无人机俄罗斯也有在用。好，那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对战乌克兰现在就最熟悉嘛这个俄罗斯的状态所以你也看到这泽伦斯基确实讲，美军在上周就请我们乌克兰的空军来提供防空支援。那泽伦斯基就说我们乌克兰会提供协助。好，《纽约时报》也有报道说，泽伦斯基证实已经在美国政府的请求之下，派遣了无人机专家的团队来前往美军约旦基地来进行协防，因应的就是伊朗自杀无人机的攻击。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嘛，俄罗斯之前也曾经用过类似的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所以美国现在是请求乌克兰的无人机拦截器来进行帮忙。好，那看到了伊朗用廉价的无人机竟然可以高效的来进行消耗战，美军当然是很震惊嘛，所以他们当然现在希望能够逆向的来仿制好，因为伊朗用了低成本无人机把高价的防空拖入了一个消耗战，美国干脆就复制同型的打法。那以美国研发出低成本无人作战系统Lucas 来反制伊朗，那开启了廉价无人机对决廉价无人机的一个新战场。好，那这当然就是所谓现在新型战场说的不对称作战但是美国到现在才有感受到，未免也太晚了吧好，那开战以来首见分歧嘛，因为以色列现在是狂炸伊朗的油库，它狂炸多少呢？我们看是30个伊朗的油库，好，远远超过美国事先通知的预期，就引发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国跟以色列两国首次出现的重大分歧。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轰炸德黑兰的多座油库，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上这隔天的早晨，德黑兰还降下了黑色的酸雨，住家阳台都是一点一点的黑色粘稠污渍。那居民就描述说眼睛、喉咙都相当刺痛，而且呼吸急促，就好像世界末日一般好，那当然也看到伊朗现在警告说如果你美国、以色列持续攻击我的能源设施，这油价就会飙破$200。好，这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他说你美国跟以色列赶快停止这个懦弱而且不人道的行为。因为如果局势升级全球的能源市场可能就会面临严重的后果。看来伊朗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拥有什么王牌好，那美国现在也告知 G7 说俄罗斯的油制裁豁免因为是伊朗战争的暂时措施赶快跟 G7 的伙伴来进行保证。但是川普还是要再讲说其实我们也在考虑要控制伊朗威胁封锁的能源运输。要到荷姆兹海峡，说要商船拿出胆量，勇敢的穿越荷姆兹海峡。
谁有这个胆量？谁敢被打到可不是一般事情，是生命都死掉了好，我们还是看到了刚开始的这个伊朗发动的第31波攻势持续待打当中。我们先问将军。第一个，我认为这次在伊朗在这个战术上面运用的这个非常的合理我可以用2句话形容它，我叫做鸡蛋相辅，长短并用什么叫鸡蛋相辅？无人机跟导弹互相的辅助。我们知道无人机它便宜廉价，但是速度慢这个然后导弹来讲的话，造价高昂，可是它射程远。你看它这个无人机攻击周边200公里的美军的基地设施，还有美军的雷达站等等做这些攻击。那导弹部分它就攻击长远的目标譬如说是以色列所以说是鸡蛋相辅，长短这个并用长的就是打以色列长程武器，短程武器打周边地区。这一波这个打下来，你会发现这个美军还有以色列很多的雷达系统被攻击掉了。第一个我们都知道铺路爪雷达，第一个被打的就是铺路爪雷达。这个雷达侦测距离有到500公里那么远，5000公里那么远，大概整个中东地区它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如果这个雷达被打掉，那你伊朗的导弹在发射，你就掌握不到它了。第二个，它打的是什么？萨德系统我们看到在约旦的萨德系统，还有总共这次来讲部署在防卫以色列的整个萨德系统好几个雷达，它先把它打掉。打掉之后，我们看以色列特拉维夫现在面临一个情形，就是以前它有一个，如果说是这个伊朗的导弹发射过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这个警报，就像我们去年汉光演习的时候，大家不是有收到那个警报吗？哔哔哔这个敌人导弹来袭就大家做好开始国家警报往防空洞去跑。那等到这个真的导弹临空的时候，它这个响的叫做防空警报，开始响。那以前以色列特拉维夫它大概有5分钟，从预警时间到这个空袭警报响有5分钟，它现在只剩下1分钟时间，所以老百姓会来不及躲防空洞。这也就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说是这个伊朗这次来讲的话，它的策略是奏效的。那第二个，我认为这次以色列为什么这时候去打这个伊朗的这个能源设施，但是美国在反对美国你打它的能源储油设施，那美国开始大叫说你在搞什么鬼骂以色列搞什么鬼？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已经这个挥刀自宫了嘛，他已经把荷姆兹海峡封了，他自己油就不卖出去，你打他能源设施有什么用呢？你能源他本来就不卖油了，反而伤的是什么？伤的是全世界的通膨，因为油价会因此而上涨。紧接着下来，我跟各位报告紧接着下来伊朗，你敢打我的能源设施，你打我民用设施，那我就理所当然对你海湾周边国家的能源设施开始打。海湾这边是沙漠地区，其实最珍贵的是水，而不见得是油。水比油还贵，他如果去打科威特，打这些国家的这个净水设施来讲的话，对这些国家的民生用水影响是很大。这个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走的时候，伊拉克很坏，他把科威特的所有净水设施全部破坏掉，结果这个科威特它必须90%的这种饮用水必须要从外面再进口。所以说这些净水设施对海湾国家来讲是很严重的。我觉得美国会这样骂就是说，如果说你以色列你这样干的话，他如果真的去打这个海湾国家的这种净水设施，第一个会增加美军的防卫的负担的能力，我必须要保卫净水设施。那第二个会让海湾这些国家更排斥美国在这个地方的驻军。所以我觉得美国这次骂以色列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好，我们接下来问赖教授。目前的趋势看起来是川普想停了但是以色列愿不愿意停是一回事，可是还有另外一回事，就是伊朗停不停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你想停，但伊朗不见得想停了。那你说要经过谈判，伊朗说我对你没有信任了因为我们有2次的谈判，一次是在去年6月谈一半你就打我了，第二次就是今年2月在谈判，已经谈的有进展了，你又打我了，所以我不信任你，那我怎么跟你谈？所以一定要有第3个大国或是第4个大国，而且要超大国来做担保方来才有可能。可是现在的情况，伊朗刚刚宣布的他们的革命卫队的空军刚刚宣布说，他们现在导弹就弹道导弹没有超过1吨的先不打了，那也就是弹头一定要超过1吨，那就是要打这个大的基础设施。1吨重的弹头那是非常威力很大的杀伤力很强的。那为什么他这样宣布？
也就是说，未来很有可能，例如说针对巴林的美国的海军基地打得更凶，或是对于以色列，或是对于科威特相关国家支持美国、以色列的这些国家，特别是以色列的，例如说他的刚刚讲的变电所也可能会打，淡水化合器也可能会打，还有就是储油库也可能会打，政府机构也会打，等等的这种大型的面积，一顿重那是很重的啊，那是火药，那个火力是很强大的。好，那但是它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间歇期间会拉长了，也就是假设我原来是每一天打，我可能变成是2、3天打一次这种弹道导弹。那你川普你说我要停战，但是问题就是我没有要停啊。那我没有要停，我就把你美军拉在这里，你就动不了了。我们在前一节有跟观众朋友说了，美国在这个中东的战争这10天以来，已经烧掉1600多亿新台币，那是最保守的估计，有人估计已经更多了。那现在美国一直在找钱来烧，因为他要大量的烧钱的情形下，那美国现在的情况是，既然它是用大吨位的这个导弹，它的速度会比它快。那你美国本身的这种高空中低的这种防空系统够不够用，都在考验的美国跟以色列。我个人觉得这个战争的情况已经在转变了，更何况是伊拉克的海军副司令他说关键期在3周，那也就是说他们的预计是关键继续再打3周，目标打6个月。那你美国你6个月卷在那边，你打算要烧掉多少个国防预算？好，岳教授怎么看？2月28号，美国跟着以色列一起参加这场战争，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一样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一定要跟着以色列去打这场战争，所有人心里都有这个问题。我碰到很多所有的重要的美国对于这个美国政治的评论家，都会觉得凭什么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操纵美国？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改变了。原来我们认为说以色列是跟美国有这个伦理关系，但他们是爹爹要儿子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不是，以色列就是一个病毒，他是个拿美国当个宿主就在那边把美国吃干抹净。那你现在可以知道这里面情况，以色列的国家目的跟美国根本完全不一样啊！以色列就是要把伊朗打到一团混乱呢，就要把整个伊朗都炸成这个加沙走廊一样的情况下，这是以色列的战争目的啊！我觉得以色列当中的话呢，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最近还传出来，以色列的飞行员、战斗机的飞行员嫌美国战斗机飞行员的驾驶技术不如以色列，那这个真是开玩笑。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跟着去打这场战争，那这场战争的话呢，结束不了。为什么结束不了？我跟你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句良心话，伊朗现在已经知道非常目标，我们都知道的，伊朗也非常知道。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最近传出来消息，伊朗说所有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全部滚蛋，这个战争才会结束。你想想看，这还得了？这还得了？对于美国来讲，等于是美国要退出中东的影响力啊。那这个川普怎么负担得起啊？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川普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求得一场胜仗，求得胜仗的目的是为了11月份的中期选举那中期选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再干2年所以最好能够干下一任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川普本身来讲，他会觉得说，如果伊朗坚持这个原则，我希望伊朗能够坚持这个原则，因为伊朗到现在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国家既然被打成这个样子，还有另外讲到说是什么这个有关于军事上的装备的这个成本的问题。这个根本不用问，美国的成本贵的原因不是在装备，美国成本贵的原因在人事的支出那在这种情况来讲，伊朗的话呢就已经打得一穷二白了，鱼死网破的情况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这个技术，那乌克兰是借这个机会插花了。乌克兰自己都快结束了，怎么还有心跑来这边帮助人家做无人机？要做来干嘛呢？对不对？现在这个不是做不做无人机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是说你川普到底搞不搞得清楚？在这10天刚好是从2月28号到今天3月10号，你跑去参加这场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你现在光讲说你要结束，那你这个结束的话，你有没有达成你原来的目的你原来要争权更迭，然后原来是要说这个不准他做核武器现在通通都不一样，现在不能莫名其妙就结束了。那死的人算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一点？这是人道主义这个战争怎么能够随便乱来呢？开什么玩笑好，但是在川普的眼里这战争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样。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伊朗为什么可以强硬的说自己要继续打下去呢？好，伊伦是认为伊朗蛮知道自己的王牌在哪里哦，因为像是中国跟美国博弈之间哦，中国也很知道自己的王牌哦，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的最新声明说啊，要跟以色列还有美国断交的国家哦，你们就可以自由的通行荷姆兹海峡哦，哈，好，伊朗发出了贸易路线的最后通牒，说啊，如果你们要跟以色列还有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哦，你们这些国家哦就拥有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完全权利还有自由。好，那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啊，任何阿拉伯或欧洲的国家，只要驱逐以色列和美国大使，就可以完全自由的通过荷姆兹海峡。好，所以伊伦就说嘛，他很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这张王牌就是荷姆兹海峡。好，那伊朗的消息人士啊，也特别讲说啊，伊朗掌握着是全球的石油命脉，那美国必须依靠他们来控制油价，那能源的价格会变得相当不稳定，伊朗将持续的战斗，直到川普宣布失败为止。好，所以呢，现在这场战争哦，看起来还是会持续下去，因为如果伊朗不退的话，就算川普想退哦，恐怕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消弭。好，但是伊朗这场战争是打不起了吗？好，因为五角大厦的官员哦，其实有向国会来进行通报。好，我们看伊军哦，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哦，说第一周已经花费了大约是60亿美元，那其中大约有40亿美元哦是用于购买弹药。那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有说啊，这场战争每天花费大约是8.9亿美元，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那正迅速演变成一场打不起的战争。所以其实啊，他们自己内部也讲了大白话啊。其实你看，他就跟美国国会有通报嘛，说真的花了太多钱了啦，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吧，好，那美伊开战啊，欧亚承担最惨的苦果。现在华油的分析说啊，那包含像是意大利、比利时、中国、印度跟南韩等国都是首当其冲，这影响已经从石油、天然气市场扩散到了航空货运还有海运的物流。那马克宏现在有特别提到说啊，他搭乘直升机降落在法国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上，那法国已经将这艘的航舰部署到了地中海哦，那希望跟盟友来展开一个防御性的任务，重启荷姆兹海峡。那马克宏是说啊，这件事情哦，看起来就是需要具有一个战略重要性哦，因为毕竟这个荷姆兹海峡等于是一个要控点。好，那美国袭击伊朗哦，真正的原因现在大家也看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连川普自己也讲不清楚，所以就有分析认为说啊，其实呢，他是为了中国说中国是一个核心考量因素，因为一旦美中在西太平洋爆发冲突，效力北京的德黑兰政权在军事跟能源方面都会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伊朗已经成为了中国在中东战略要地对抗美国力量的前线武器，说啊，这是这一场战争核心的意义所在。好，有人是这样推估啊，但伊伦的这个思考方式不太一样。好，但是呢，尽管伊朗战争还在持续，但是中国仍然是准备来接待川普本月底来访华。好，法国《世界报》有报道说啊，虽然这个外交表态上面很巧妙，但是北京竟需要对伊朗战争表达强烈不满。好，又要在中美高层会晤的筹备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要释放清晰的信号。他也说啊，王毅一方面谴责了伊朗战争，但是另一方面避免直接的批评美国，还说啊，王毅有强调今年对美中的关系有十分的关键，所以也留下了一些外交空间。好，那也说啊，川习会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那川普的行程只会在北京，不会到其他的城市。那川习会的规格也缩水了 ，CEO 代表团没着落，美中关系现在只求不翻车。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双方到底要什么，可能也要等到他们两个见面之后，才会有更明确的答案。好，我们要先问赖教授怎么看目前这个以色列知道自己的王牌在哪？伊朗还是以色列？对不起，是伊朗。伊朗好，伊朗他知道封锁荷尔木兹海峡，因为过去都有几次都扬言说要封锁，后来都没有封锁，因为他也知道知识体大啊，不但影响了中东国家，也影响他自己。
但是现在是破罐破摔了嘛，反正我被你打成这样，那我不封锁，我还能怎么办？所以他就实施封锁了。那虽然川普有威胁伊朗说，你给我封锁，我就讲20倍来还你，我要把你打烂，但是已经封锁10天了，你的20倍也没把它打烂，他继续在封锁。所以川普的讲的大话已经证明没有用，也吓阻不了这个伊朗说停止封锁，没有，封锁继续有效。后来美国采用2招，他说第一个，因为没有海运保险公司愿意承保了嘛，然后他就说那我们美国人来承保，可是没有一家船公司愿意做这个事啊，为什么？因为大家还是感觉到不安全。接着美国又说，那我的美国海军来帮你护航，可是林肯号航母躲得1000公里以外，又没有进这个赫尔木兹海峡或者阿拉伯海，美国的军舰也都没有在那个地方，那都没有在那个地方，都是在外面嘛，都没有进这个海峡，所以就没有任何一家船公司愿意在美国的护航下经过这条航线。川普一直鼓励他的船公司的这个运输公司说，你们鼓起勇气来，你们来穿越。但问题大家就说，你先把你的军舰鼓起勇气来穿越这个赫尔兹姆海峡。可是美国的军舰到今天为止不敢穿越赫尔兹姆海峡，那就是代表美国到今天为止没有能力护航。马克龙讲的是打嘴炮，他说：“你看，我把我的航母已经派到地中海去了，然后呢，地中海，可是事情是发生在赫尔木兹海峡，不是在地中海啊。那你先把你的航母穿越这个苏伊士运河，然后再绕过来，然后再穿越赫尔兹姆海峡，然后你再开始护航嘛。所以他又在打嘴炮。这个人真的是难怪他太太也给他一个耳光，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原来他真的是很有名的 loser 啊，就是太太都瞧不起，谁会瞧得起嘛？一个男人在家里面都没有办法获得太太的尊重，那在外面怎么可能会成为吹牛啦？吹牛嘛，就是一张牛皮在吹。好，可是现在的伊朗的态度很明白了，他说你要穿越可以，怎么穿越？你把美国的大使赶走，我就让你穿越。可是我相信也不会有有任何国家把美国的大使赶走啊，因为我想这个也做不到，所以大家都僵在那个地方。赫尔木兹海峡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办法正常的来穿越，也没办法正常。那封锁越久，坦白说对世界的影响越大。伊朗有受损失，但是并不大，全世界损失更最大。现在的情况是，川普你为什么要到大陆去？如果不能够为中美两国定一个大方向，那你去意义就不大了，那就等于是为了去而去。现在的对大陆来讲，为了接待而接待，也显得很尴尬，也显得很为难。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把事情搞砸了。好，将军怎么看？打仗有多花钱？这个五角大厦自己讲的哈，在第一周就花了60亿美金，哈，这么多，这才第一周。60亿美金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美军这个美国国防部年度的国防预算是9010亿美金，也就是说，它已经用掉的0.6%，用在光第一周就用掉国防预算的0.6%哈。那美国有一个城市叫亚特兰大，大家都知道哈，是在美国算是中等的一个大城市，它年度的预算30亿美金，等于说是光第一周就已经把亚特兰大已经用了2个城市年度的预算。然后我再讲一个数字。去年前年哈，这个以色列这个在加沙地区发动的这种巴以冲突之后，那后来美军有介入嘛，协助以色列来打这场仗，甚至于之后以色列去年6月份的时候，以色列跟伊朗也这个互相导弹或者是空袭，那美军最后用一个5月重锤的行动过去。那场行动从加沙冲突开始，一直到美军这个5月重锤行动。总共300亿美金哈，所以这60亿美金对于这场战争来讲事实上不多，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川普这场仗他不见得能够撑得下去，因为老百姓一定会知道嘛，这种数据都公开，你自己五角大厦公开的，你这个马卡派现在一定会说，为什么把钱投入到那个地方去？那我们自己民众现在很多是这个活在这个所谓斩杀线下面的，万一人生里面一场病或干嘛，我人生就整个毁掉了。那我们看一下，我认为说是反而我们这次看到荷姆兹海峡，我认为美国跟伊朗来讲，最起码有一个焦点可以谈，这个焦点就是荷姆兹海峡。我们现
现在看到哈，这个伊朗讲的是说，你们跟这个只要说哪个国家把美国的大使驱逐掉以后，我就让你走哈。最起码他有开了一个门缝出来，那有这个门缝，后续就有机会谈判了。但我们看一下川普讲什么话，川普是讲说，伊朗你敢再封锁荷姆兹海峡，我就用20倍的力量继续打你。我们看到美国川普已经在退缩了，他原来的战略目标是要推翻这个伊朗的神教政权，然后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之后这退缩到只要核武驱除掉，现在只是退缩到荷姆兹海峡可以通行的话，他大概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我觉得这个美国跟伊朗从他们讲这些话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哈，是不是美国跟伊朗在荷姆兹海峡大家可以在这方面来这个做一个这种讨价还价的一个谈判一个筹码。那我认为，因为这对全世界影响都很大了。那我想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乐观其成，希望他们尽快达成协议，能够让荷姆兹海峡能够通行。包括我们台湾也是希望能够通行，不然的话，我们天然气不知道怎么办。对，所以亚洲国家其实都很希望哈。任教授怎么看？我们中国人讲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啊！川普这次访问中国的欲望极其强烈，强烈到什么程度呢？强烈到他自己主动宣布3月31号来，本来是说4月初现在变成3月31号。这个其实大家可以了解，3月31号呢，川普这个人很迷信。那4月1号是愚人节，愚人节讲话就不算。那这个人本来就讲话不算，那么就讲话的话呢，就最主要，他一共就3天在北京，其中的话呢，3月31号到了的话呢，4月1号你们讲，通通都不算。你说大陆知不知道？大陆当然知道，大陆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说一句良心话了哈，大陆会最主要的话呢，就是说，因为他川普表现要来的欲望，我先告诉大家，川普表现为什么这么强的欲望。第一个的话呢，这个西方国家都络绎不绝到中国访问，他独缺美国，他觉得很难过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确实是有很多事情要谈，因为川普的整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川普原来我刚刚讲他的愚人节，他有点迷信，是因为他对点关税是搞到4月2号开始弄他自己讲过说，我这个人还是有点迷信愚人节我不要弄，所以说的话呢，他搞了1年这个关税，对于中国的关税问题的话呢，有很多事情要谈希望中国买最近传出来声音嘛，就是说中国本身波音要买500架737 MX 2年前波音737X 大陆还不能飞的，对不对？所以说在这边的情况下，这些消息不晓得是真是假，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关键点，我的关键就是大陆的话呢。我说句良心话，大陆拿着这个跟美国的贸易关税好像一块肉吊着一个狗一样，叫它上上下下跳的，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让川普本身感觉到，你到大陆去访问的时候，你必须要带点理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第3点的话呢，这里面强调川普的这个目标开这场战争搞不清楚。我觉得川普这战争没有搞清楚，他就是跟着纳坦雅胡一起干，就没有什么目标。但是这边讲到说是效力北京的德黑兰，我跟你讲。德黑兰如果效力北京的话呢，伊朗不会打得今天这么惨大家要稍微了解一点国际的军事你这种情况下，你这种武器，你这种不对称的战争，你要搞得今天这个样子的话呢，连巴基斯坦都不如大家去年5期空战，巴基斯坦本身来讲是全方位的，你这边一下子买个飞机，一下子买个雷达的话呢，没有办法构成全系统方面的作战的方式的话，那么你这个管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应该要非常的清楚知道。大陆本身就是好整以暇，爱好和平，绝不轻易出手。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比你怎么比？你在大陆后来，你现在大家今天讨论的有2/3在讨论美国的军火够不够，美国的炸弹够不够美国够不够？那大陆的话呢，一年产上百万架无人机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就是在空中展示一下子出来个沙乌地的王子一下子出来一个什么天马行空。那个无人机都没有拿来攻击，你现在要了解大陆累积的能量是非常重要的。那伊朗这个情况到了这种地步，那川普他也懂川普他懂的原因就是到了中国来讲，